陛下，老臣有错，请陛下责罚。父亲，你什么意思？裴雪看到穆北翼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已经摇摇欲坠了。裴雪，当年为父不希望你入宫，找个寻常人家就好，你非要入宫。入宫之后，为父要你安分守己，一国之后当胸怀天下，关心万民，成为陛下的助力，你却陷入宫中的内斗之中，无法自拔。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巩固自己的位置，有错吗？谁要撼动你的位置？你自为后，陛下要废后了吗？妃嫔越过你了吗？是不是立了你的儿子为太子？裴雪只是死死地盯着裴国公，一句话都不说。陛下治理之下，天齐并无大事，只要你们修身养性，德行服人，你的位子不稳，还是穆北翼的位子不稳。可是你们做了什么？可是他害死了孟尝云，孟尝云死了，长安乱了，才有今时的手忙脚乱。那么多将士在沙场浴血奋战，你们不能分担分毫，却在这里抢夺权势。没有天齐百姓，没有天齐的将士，你们那个位子就坐得住，你们的江山就保得住吗？裴雪，你要怪就怪我没有将你教好。我早就说过，裴家做纯臣，顺应天命。陛下，老臣伤了明王，如何处置？老臣没有怨言。说完，抓起弓箭，转身往外走。父亲，你就不怕我死了？明明他有能力，明明他只要支持，他们就能成功，为什么呀？唉，你已经把整个裴家，把你的义儿都拖进了地狱里，难道你不应该在地狱里吗？想想战场，想想那些将士，若是你的死能少死几个将士，也值。裴雪浑身颤抖着哈哈大笑，穆北明猛扑上去，一下子撞开裴雪。陆院士，快来！这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宫变，在京城百姓还不知道的时候开始，也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结束。陆院士忙活了好一阵子，穆刚才彻底的缓过来。众大臣齐齐的跪了一地，整个御书房内外寂静无声。陛下，皇后的贴身嬷嬷死了。穆刚眉眼沉沉的看着捆绑成一团兀自笑着的皇后，他想起陆院士的话，他中毒了，不是一种，而是两种，一种是最近才下的，毒发的也是这一种，而另外一种却不是今天，而是从很久之前。他看着无恙，身体却是已经被掏空了。陛下，明王大腿的筋脉断了，怕以后……明王贬为庶人，圈禁于北山别院，皇后夺皇后之位，打入冷宫。他低头看了下面穆北明一眼，无声叹息。若是穆北庭在，又会是什么状况呢？陛下，承安送来天竺的国书。这么突然吗？那个士兵高举信件，穆刚扫了一眼，都看看天竺那些蛮荒之地，不开化的野人竟然绑架了圣国公，要求用圣国公来换取攻打大越，天齐不出兵，谁给他的胆子？父皇，儿臣愿意去战场。景亭，长歌到了哪里？楚王封地龙城。你旨让龙城及附近驻军听圣长歌指挥，救出圣国公。是战是谈，让他自行决定。告诉他，我天齐必须挺直脊梁。命令楚王携家眷进京，让凉州驻军全力打击叛军，成安驻军、北疆驻军全力一战，消灭叛军的朕重伤。我天齐不惧战争。圣战让户部全力准备各军粮草，切不可断缺。明明他和圣长歌都认为圣战有问题，偏偏司墨盯着这么久了，就是没有盯出异常来。皇上，燕儿在长安，如今婷儿还在四处奔波，不如也让他统领一方人马对抗叛军。咱们这些皇子终究是要经过磨砺的，不吃一苦，不知肩上担着什么责任呀。姑姑说的是，那就让婷儿随北疆副将军吧，跟着他朕也放心。皇上，
不如去东边吧，叛军较少，安全一些。北疆太远，路上变数太多。景亭目光闪了一下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也好。继而看着景亭，朕给你的东西呢？在这里。王德，打开宣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身体多有不适，天齐内忧外患，景王府景世子大才，特封为摄政王，替朕分忧。朝堂哗然，太子威立，穆刚4个儿子，竟然立18岁的景亭为摄政王，这让满堂老臣情何以堪呀！景亭愣了一下，臣遵旨。出了大殿，要被打入冷宫的裴雪一身素白的站在拐角处。景亭，娘娘，很高兴吧？看着我这般落败。谈不上，走什么样的路，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而已。景亭，保一儿一命。如今你是摄政王，你可以的。你能给什么？告诉你谁是婉清。可以。盛长歌的母亲傅凤华，小字婉清。景亭神情淡淡的往回走，心里却是惊涛骇浪。盛长歌的母亲是婉清，盛长歌知道吗？不，他不知道。他8个月的时候，傅凤华就死了。说是知道在楚王府，盛长歌就不会写下看到的那些只言片语。王爷，盛尚书，王爷，卑职有一难题，请王爷示下。连年征战，户部如今也是捉襟见肘，如今战事四起，卑职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。本王会和陛下商讨，盛尚书先尽力调度。是，多谢王爷。圣战告谢之后走了，景亭看着他的背影，良久，嘴角微微勾起。婷儿，殿下。行了，别这么见外，走吧。圣上书的话，本宫都听见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唉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若是缺了粮草，这仗……回头想想办法吧。这样吧，本宫回去看看府里账目，回头捐一笔。小小年纪，别这么老气横秋的。对了，盛长歌还好吗？盛国公如今被绑架，他一个娃娃在外面，本宫总是有点担心。我天齐总是这样多灾多难的。都会好的，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明泰了。哼，游学去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1年之中他能在家待2个月就不错了。这孩子呀，也不知道随了谁，没个定性。好事情。晋明泰，似乎在哪里听过。景亭到了府门口，就看到长宁郡主泪眼汪汪地站在马车前。景亭，我哪里不好？你没有什么地方不好。所以为什么我不可以？这么些年，我守着等着，为什么不行？所以你下药。你逼我的。若是那日成了好事，你……不可能。景亭冷哼一声，径直往府里走。长宁郡主伸手就去抓景亭的袖子，景亭反应更快地避开。长宁，回去。祖父，我……回府。景亭对着裴国公点点头，转身进去了。捂住嘴，带回去禁足。暮色四合，京城的一处小巧的院落里。父亲辛苦了，东南西北风都刮起来了，期待的结果指日可待。不及我儿辛苦，坐下陪着为父喝一点。监视你的那个人，不用放在心上，他安稳在那边待着呢，一个蠢货而已。啊，父亲高明，母亲近日想要见你一面。
不是见面的时候让他小心那个老女人，各取所需，他还能翻出什么花来？他可是佛面魔心的，合作就是合作，理智看待，不要产生任何情感，那会左右判断。盛长歌和黑甲军，放心，定然让他死在天竺。那个黑甲军不过是他自己创建的，根本不是传说中的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他说他封了景廷为摄政王，为何啊？不管为何，小心景廷，他不是个简单的。父亲放心，儿子自会小心。那位也撑不了几日了，这天下注定是咱们父子的。记住，你不要有任何动作，和往常一样。懂。父子俩相视而笑，把酒言欢，似乎这天下已经是囊中之物。统领，天竺的国书送到了京城，以国公爷为条件，要求吞并大越天齐，不得插手。天竺好算计呀！穆北夷和皇后意图逼宫，让皇上立明王为储君，裴国公亲自射伤了穆北夷，失败告终。这个时候逼宫，穆家怕不是都是蠢货？大长公主建议皇子穆北庭带兵出征，皇上同意了。对了，景世子现在是摄政王了。穆北夷重伤，贬为庶人圈禁。穆北燕在长安，如今穆北庭也被派了出去，京城只剩下穆北明。司莫来消息了，圣战晚上总是在书房待很久。最近他发现进入书房以后，留在书房里的人影不是圣战。盛长歌隐隐约约有了猜测。歌儿，母亲，好点了没有？歌儿，你问我楚王是谁，我没有来得及说，现在告诉你，京城的圣战不是圣战，这里的楚王不是楚王，楚王是当年的圣战，你爷爷收留的那个孩子，他回乡送殡的时候被楚王带走，然后互换身份。楚王在3年后以圣战的名义去了京城，在圣国公府的庇护下入仕，圣战在这里当楚王，尽享荣华富贵。果然如猜测一般，司莫怕是有危险。他在国公府多年，我和你父亲对他也是多有照拂，没有想到他竟然对我有那种心思，和楚王勾结，陷害天齐能臣。母亲，我还想问一件事情。你说，只要是母亲知道的。母亲可知京城哪个女人叫婉清？歌儿，是不是你查到你父兄的死或者其他事情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名字？盛长歌点头，把在承平伯府密室里看到的那些话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。歌儿，你父亲曾经抓获一名奸细，那奸细身上有一封密信，上面写着让裴家大儿去北疆，关键时刻可用婉清。盛长歌心头一跳，也就是裴家和景家都和婉清有关。我叫傅凤华，闺名婉清。盛长歌不敢置信地看着傅凤华，他的母亲就叫婉清，那么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做的？这不可能。你也认为不可能，你父兄也这么认为，因此他们拿着信找到了你爷爷和裴国公，坐在一起研究了一下，当时认为是有人用我的名字行事，一旦事情暴露，受牵连的是盛家，其他3家一定会对盛家出手，这是内斗。后来我被囚禁在楚王府10几年，我就想也许留下我还有大用，比如他们忌惮黑甲军，留下我就可以最后背锅，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拖盛家下水。京城还有谁可能是婉清？太后、大长公主、老太君、后宫嫔妃，或者婉清是一个可以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男人，也未可知。母亲，我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养伤，我还要去救爷爷，你安心养伤，等着我回来。歌儿，
好好保护自己，母亲就你一个孩子了。送走傅凤华，他就给景婷写下母亲说的话。他相信景婷和他有一样的判断，他的母亲不是那个婉晴。这厢里花花刚飞走，于公子于成觉就进来了。盛长哥，你说过救了你母亲，我可以提一个要求的。小爷是说话算话的人。天竺的兵已经逼近大越，要攻打大越。具体说说。天竺老王死了，如今他的大臣阿罗那篡位成功，驱逐王室成员，成了新国王，野心勃勃，意欲大杀四方，大越是一块肥肉。盛长哥静默，老王以前是对天齐岁岁纳贡的，如今的新王够厉害啊。统领，大越边境天竺开始集结，叫于成觉带兵去边境，送书信给裴将军，让他留意北边。傍晚时分的大越边境，遥遥可看城外不远处的营帐林立，马匹嘶鸣。盛长哥要来这边的余途，仔仔细细地看着。夜袭敌营，夜色深深，天竺军营歌舞升平，从大越的边城里都能听到歌声。于成觉，你们还真窝囊。大越国小人少，强者被仰望，弱者被践踏，亘古不变。于成觉，你错了。国小也可以做一把利刃，或者是一只刺猬，让猛兽无从下口。国小不是理由，而是你自己不够强大。并不是人多就一定能够胜利，也不是人多就一定强大。于成觉，小爷让你看看，胜败和人多少有没有关系。夜色里，盛长哥带着上百个黑甲兵，一骑绝尘，直接冲入敌营。然后站在高高城墙上的于成觉，就看到敌营里火光四起，喊叫声四起，一片纷乱。那火光中的黑色如同暗夜里的巨兽，迅速吞噬着亮光。马蹄四散而逃，敌军四散而逃，哀嚎声、奔跑声、爆裂声四起，像是暗夜里的一首跌宕起伏的曲子，让于成觉的心胸荡漾。盛长哥不愧是盛长哥，他的手里若是有这样的军队，何惧天竺侵犯？在一片纷乱之中，盛长哥带着黑甲军回来了。带人去收拾残局，带回战利品。小爷要去睡觉了。于成觉带着士兵疾驰而出，直奔敌营而去。敌营已乱，人心惶惶。见骑兵又来，那是没命的逃窜。于成觉几乎没有浪费一兵一卒，就占据了敌营，粮草兵马尽数截下。统领，带兵而来的穆飞燕如今已经逃窜。乌合之众而已，穆飞燕统领不了，正常。送我母亲的路途可顺利？目前一路平安，走明月楼的路子，没有明月楼的地方走商家的路子。景世子给的大夫沿途跟着。盛长哥没有说话，景婷不喜欢他，他们算是合作伙伴吧。其实想想，当初也怪不得景婷，一个男人撩拨另一个男人，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。谁能接受自己被掰弯呢？唉，统领，口水出来了。小爷想酱肘子和梅花酿了。得了，分明就是想京城的美人了。夜莺，若是路上打仗逮到美女，就收了吧。小爷喜欢府里繁花似锦。统领，你行吗？滚！好嘞，马上滚。哎，不过统领，若是有美男，你介意我带2个回去吧？小爷一定和叶隼好好聊聊。盛长哥冷哼，看着夜莺变脸走了，哈哈大笑。哎，夜莺小姐姐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？你的脸黑成这样。滚！招谁惹谁了？还想听点八卦怎么了？小可爱，过来。你不会掐我吧？不掐你，给你个好玩的任务。我先去睡觉了。自己的爷自己知道，这绝对是要坑人了。1、2、3。思琪哭丧着脸回来。你说，装扮成本地人模样，比如商人，一路往天竺的都城走，沿途打探消息，了解驻军情况，最好画下舆图传递回来。奖赏是什么？盛长哥深深吸口气，这一准是庆安教的。庆安说以后要娶媳妇儿，该要的就得要。一身黑甲兵衣服。谁不知道你心心念念的是什么？
天色大亮的时候，城外的天竺驻军散得一干二净。于成觉眉开眼笑的拎着一包珠宝过来，来，请兄你们喝酒。盛长歌扫了一眼，是个上道的。于成觉，若是直捣天竺都城，活捉阿罗那顺，你想要什么？临近大越的土地，我想扩张大越。我们一路打，就让你们大越的人抽出将士一路占领，趁现在天竺动乱。盛长哥，我要怎么谢你？不管天齐下一任君主是谁，两国都是友邦，岁攻不兴兵。当然你吞天竺，天齐会助一臂之力，天齐有我在，不对大越兴兵。得胜统领一诺，于某足矣，大越足矣。那就走吧。说好了，粮草你来管，干活得管饭啊。小爷想要会会敢惹事的阿罗那顺。自然，粮草你放心。清晨的阳光里，盛长歌带着大越的军队一路横扫，直逼天竺都城。陛下，大越军队长驱直入，距离都城不过100里，西北数城已被大越占领。阿罗那顺目光阴冷地看着穆飞烟和圆球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大越不堪一击，盛长歌不堪一击。大越可图，天齐可进。陛下，他们不过是趁着天竺内乱，不如让我们领兵迎战。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，此战本王亲自上。若是胜了，放出来；若是本王不敌，扔进蛇窟。阿罗那顺亲眼看着卫兵把两人带下去，才问：那个老头如何？回陛下，看守严密，一切正常。盛长歌，哼，天齐小儿，竟然敢踏足我天竺地盘。天竺王估计有点想小爷。盛长哥只怕阿罗那顺不好对付，他自己有军队，又收编了一批。统领，私起来消息，阿罗那顺要出战，已经联系上了叶隼。郭公爷安好，清安带人已经到了都城附近，他们会伺机救出郭公爷。天竺出相兵，火牛攻之，杀敌3000，溺死万余。阿罗那顺死守都城，闭门不出。闭门不出？哼！云梯和弩车去做，如果有铁匠或者是石匠，给我来几个。一边又对林和说：临阵叫骂会吗？会是会，就是有点生疏，词儿有点少。这没事儿，小爷给你写词。咱们要文武双全，打架厉害，骂人也要厉害，能骂死人也算是省了力气。林和夜莺等人默了，这等档次他们似乎不太好修炼呀。有一个词叫骂死人不偿命，能骂死就骂死呗，兵不血刃多好。于是黑甲军和大约将士轮番上阵，骑着马在城外轮流叫骂。阿罗那顺是闭门不出，但是城墙上的守军换了好几批，城内的穆飞烟和圆球妇女也不好受，待在潮湿灰暗的房间里，脏兮兮的，蚊虫也多。出来，陛下叫你们。大殿里一片寂静。打！别，我去问问那个老头，黑甲军的弱点是什么？没有黑甲军，大约什么都不是。你不是楚王吧？圆球脸色惨白，瞬间说不出话来。陛下，大越军队要用云梯攻城，还有弩车。守住！外面喊声震天，阿罗那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神情阴冷狰狞。若不是叛军绑了盛国公，也不会引来盛长歌那个阎罗。他已经篡位成功了，何至于等到今天？把楚王和郡主绑到城楼上去，把盛国公和那些人带过来。去带盛国公的士兵匆匆跑回来。陛下，盛国公和他的人不见了。阿罗那顺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那是最后的王牌。盛长歌，看看这是你们天齐的楚王，不退兵就杀了他们。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掺着你们和牛的粪便的水喝多了是不是？
圣长哥，留我一命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父亲，燕儿，咱们不信楚信圣，不应该姓李。哥儿呀，我是你叔叔圣战，我是圣战呀。王爷，我叔叔圣战可是在京城好好的，如今是户部尚书，胡说可是不行的。我真的是圣战。当年我祖母去世，我归乡送病，楚王找到我，让我在楚王封地享受荣华富贵，当一个闲散王爷。他替我去京城，是我贪图富贵就同意了。所以我父兄的死和你有关系。哎呦，那不是我，是楚王做的，是那个老太婆做的。楚王的人说是老太婆就在京城，你一定知道的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我不想死。劫掠我母亲是你做的吗？你最好说实话。是我做的，我觊觎你的母亲，他们要留下她的性命，说有用。我虽然囚禁了你的母亲，但是没有动过她，也好好的养了10几年。一往情深，是不是你自己都感动自己的深情了？我爷爷呢？难道你没有参与？攻城！他们叛国的时候就该想到自己的下场。圣长哥！然而无人理会他们。云梯架上，后面的弩车对着城墙，让上面的士兵根本就不敢冒头。黑甲军很快顺着云梯攀爬上去，城墙上瞬间就厮杀起来。撤！黑甲军用最快的速度下了城墙，退离护城河边。敌军还在蒙圈的状态，只听轰隆声响起，整个城墙、整个城市都在颤动。紧接着就看到城墙一节一节的在轰隆声中坍塌，不过是须臾之间，整个都城里面已经一览无余。统领，阿罗那顺跑了。追！今日不荡平你天竺，他就不是圣长歌。天启63年3月26，圣长歌带黑甲军领大约1万兵马，活捉天竺新王阿罗那顺，另封老国王之子为新王。新王献上国书，年年称臣。而天竺西北方圆几百里纳入大越版图，大越亦献上国书，称臣纳贡。京城木刚收到国书，大笑。景亭的眉头却是紧紧皱起，不是聊着他的吗？怎么就开始收女子了？不喜欢男人了？那么他怎么办？王爷，圣战要跑，抓！世子母亲在路上，但是现在发现有一股势力在追查他的下落，去一路人马暗中保护，必要的时候送去凌天阁、京城还是明月楼都不安全。夜色里，景亭带着一队人马直接扑去京城中一处隐蔽的别院。爷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助一臂之力？不用。可是爷，他什么都不是，路已经铺好，动乱已成。今夜成安和东边同时行动，他若在，还有我什么事儿？他是你的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天下除了我们母子，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了。不妨告诉你，他的消息是我透露的，收拾干净。圣上说，摄政王好手段。或许应该叫你楚王。你可比你父亲聪明多了。狱中的人送上战场容易，让他死更加的容易。晚清是谁？景亭，你既然聪明，不妨好好猜一猜，也许就猜对了呢。我猜不是傅风华。他侧头看看桌子上的酒菜，你等的人今夜怕是不来了。他在笑，可是笑容里多了苦涩。圣战被送往天牢，木刚在那里等着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成王败寇，当年你从我手里夺去了储位，我不过是想要找回来罢了。所以支持我的4大家，你都出手了，你不是也忌惮他们吗？我报仇了，何尝不是帮了你的忙？是啊，我错了。所以今日天齐动乱，百姓受苦。但是木易，百姓何错？那些士兵何错？木刚，你向来虚伪，今时今日更上一层楼了。当年易楚，你让我去赈灾的钱粮出错，百姓死伤，我被问责，4大家建议你为楚。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百姓何错？你知道那一场水灾死了多少人？木刚的脸色越发的黑了，静默不语。所以谁也别说谁，成王败寇，没想到4大家的小崽子都这么能干。若是早已赶尽杀绝，今日你我怕是异地而处了。怎么样，对酌一杯，敬这天齐动乱让你寝食难安，还是敬你来日无多，
割个黄泉等你。圣战终究是什么都没有说。盛长歌看完景亭送来的消息，叹了一口气，唉，怪谁？全是亲呀。最后倒霉的是臣子，是百姓。统领，成安大捷，穆北燕收复了临平郡，这是孟云清不知所踪。盛长歌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远处笑呵呵走来的老头。小子，长安大捷呀！你们这些小家伙青出于蓝呀！老头又去找谁了？这一身泥。练练你的黑甲兵呀！今日打败5人。你就说几人胜了你吧。2个，林和和清安。盛长歌呵呵笑了。盛国公立马去摸自己的小条子，好像貌似他的小条子给景停了。下一步怎么做？我想扫平列国，让他们再也不敢蹦跶，让叛军再无后援，不然叛军不会死心，列国不会死心。吹牛！老头，谁把你从天竺救出来的？一把年纪了，还当了一回俘虏。盛长歌，盛国公没有摸到小条子，从树上折下一根，就去追盛长歌。头领，别跑了，挨2下让国公爷消气。西岳楚庄求见了。老头，我有正事，你自己玩哈。盛世子，楚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。楚征，唐三，不知道三皇子寻我有何事？自然想和盛世子做个交易。据我所知，三皇子似乎夺位失利了。盛世子消息果然灵通，长安一战本就不是我的意思，奈何我左右不了。我一直认为各自相安挺好。盛长歌勾唇淡笑，长安一战一直是楚征领兵，现在说不是本意啊。盛世子看看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。盛长歌打开扫了一眼，都是西岳京中来信，无外乎拿下长安，方便北上，以及助叛军成功。我是西岳太子不假，但是为父皇所喜的不是我，所以长安失利之后，我直接被夺了太子之位。所以你想要做什么？能拿出什么条件？我要西岳储君之位。你能付出什么？盛世子尽管提。我啊，我喜欢钱，金银珠宝你看着办。钱的事情你和我的侍卫谈，2国邦交你和穆北燕谈。穆北燕？是啊，穆北燕。好，叫清安来谈钱，让穆北燕滚来一趟。安安稳稳的，百姓富足，国家强盛不好吗？打什么啊？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不合算。楚征却是没有笑，而是若有所思的看着盛长歌。叫咱们的军医来，苗疆的那个。你病了？我感觉你可能中蛊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眉宇间偶尔有隐隐红光，我见过中蛊之人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想到在京城孟云清的屡次接触，再想到那胖乎乎的红色虫子，孟云清那个时候就是不怀好意。楚征的人很快来了，他走过来，仔仔细细地摸着盛长歌的脉搏，听了听盛长歌的心跳。怎么样？上小，暂时构不成威胁，压制的药可以先喝着，但是解药我做不出来。你详细和我说说，我不怕。世子身子中不是成虫，而是虫卵，所以孵化需要一段时间。此时虫子尚小，若是成虫，身为母蛊的人现在就可以催动，世子只怕就要发作了。若是我和蛊虫死了，会怎么样？你死无事，若是蛊虫死了，会反噬母蛊。所以，若是要我死，对方一定会来带回蛊虫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世子，解法是有的。苗疆世代有一位女子，自小被特殊养育，她的血对蛊虫有莫大的吸引力。他想起商洛说的，南楚皇室有一个女子和她身体里的蛊虫有感应，看来南楚是必须要走一趟了。统领，来，咱们出力，三皇子出钱，帮助他夺取储君之位。你算算，咱们用的人力、物力、精神补偿多少合适？小爷出去溜达溜达，你们慢慢算，今晚管饭。清安双眸晶亮，嘿，来钱了。盛长歌直接爬上了山顶，那方气候偏暖。此时
到处是绿意盎然，繁花似锦。统领，你找我？燕姨，其实你知道我是女的吧？知道啊，当年夫人生你的时候，是我接生的。盛长哥，尴尬了，竟然被看过光溜溜的样子。你试试。思燕心头一动，手指搭上盛长哥的脉搏，闭上了眼睛。统领，你的脉搏不太对，和商洛的有点像。盛长哥笑眯眯地看着他，也不说话。你中蛊了。燕姨，我知道过些日子一定瞒不了你，但是你一定要瞒着老头，瞒着其他人。楚征的军医给了压制的药方，你去看看。只是我受过伤，需要养着。统领，可有解法？听说苗疆养了一位可解蛊的女子，她的血可以，不用担心。阎王爷不喜欢小爷我。思燕没动，却是眼圈红了，久久没有出声。走了走了，没事的，你放心。将来我是要当国公的，要养着一府娇滴滴的美人的。好肉没吃够，好酒没喝完，美人还没有撩。小爷我不去找阎王爷喝茶。你要的就惦记着酒肉美人儿。你怎么这么快？拿下成安后，我就过来看看。赶快回去，南楚边境似乎有异动。都还好吧？哼，自然。小爷有不好的时候吗？哎，还惦记金美人不？唉，惦记也没有用，所以小爷不惦记了。两个老爷们儿能干点啥？你说？不如以后我就养一府美人。所以天竺的美人你收了？不，你错了，那美人是小爷给你收的。联姻是最好的政治手段。走，小爷给你大越和天竺的国书和西越的，你自己去谈。你看小爷我多么疼你。别塞美人给我，才是疼我。美人快来，你的男人要跑。话音落，跑出来两个女子。盛长哥，你要得放开我。盛长哥把他往美人怀里一推。尽享其人之福，你赚了。赚个鬼！小子，听说你收了天竺和大越的美人儿。老头，你听谁胡说？那美人给穆北燕准备的，我也用不了啊。你如果敢带回去一个，我打断你的腿。18之前不要想了。那小子可以3妻4妾无事，咱们盛家可是只许一个的。老头，要是美人主动扑上来咋整？扔出去。国公爷，我怎么非得3妻4妾不可？我不能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穆北燕衣衫凌乱，脸上还有可疑的红印子。你们穆家没有吃情种。你丫的，就不能做点好事儿？小爷不是种马。那怎么办？天竺国王和大越皇帝的盛情难却，不带回去，说是看不起他们，那不是伤了两国的和气？穆北燕气到鼻子冒烟，彻底失语。秦安笑眯眯的从营帐里出来，后面跟着黑着脸的楚征。统领，妥妥的，我传消息让家里人准备一下，至少要有放钱的地方啊。是你？接着就打了起来。盛长哥摸摸鼻子，也不制止。统领，我知道国公爷为啥找你麻烦。为何？摘花那小子拿了景世子的信去找国公爷，然后国公爷就拿了小条子来找你了。他们打架是因为他们曾经在西岳相遇过，贤王爷撩了楚征中意的女子。果然是风流债呀，那就好好打吧。摘花溜溜达达的，笑嘻嘻的过来。统领，南楚皇子回归，主战如今咱们天齐动乱，南楚军队集结在兰江边上，随时可能北上。南楚皇长子听说在外游学多年，最近才回来，一回去就是文变众大臣，武压武状元，文武双全，一己之力征服众人，令众皇子黯然失色。南楚皇帝是不是姓晋？是呀，南楚皇室姓晋。摘花，给你家王爷发信，让他查一个人，至少要查祖孙3代。好嘞。摘花笑眯了眼，他回去应该不挨打了。过来，我还有机密的事情和你说。摘花立刻屁颠屁颠的跟着盛长哥进了营帐，转眼间营帐里就传来了惨叫声。统领的心情似乎不太好，就连穆北燕和楚征也停止了打斗。终于，摘花顶着一对黑眼圈，
眼圈红红的，似乎要飙泪。兄弟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等我知道谁告密。哼哼。兄弟，赶紧去看伤。傍晚的时候，楚征回去了。第二日就传出来，太子带着士兵驻扎在兰江边，伺机渡江，准备争夺成安。盛长歌听着不过是一笑，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那就出发。盛长歌翻身上马，红衣猎猎，策马奔驰。监视黑甲军的西越人很快就失去了盛长歌等人的踪迹，但是不久，兰江边的西越军突然就乱了，太子不见了，将军不见了，主战的首领们不见了，群龙无首，兰江边乱作一团。而兰江对面的天齐军队趁机渡江，勇猛直追，西越军无人领事，各自逃窜。于是半日功夫，天齐军就占据了西越3座城池。西越老王立刻派了武将和另外的儿子出战，但是另外的儿子也不见了。于是楚征临危受命，直接奔赴前线。他们在西越境内久久僵持不下，偏偏西越国主醒来后直接瘫在床上，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众臣跪求立楚征为储君，以救西越。天齐和西越重新进入和谈，把那些人送给楚征，小爷不想脏了手。统领，昨夜东边天齐军队被偷袭，穆北庭受伤了。伤得重吗？似乎是奔着穆北庭去的，对方用的是子式，无疑活着回去。穆北庭似乎断了一臂。夜莺，让林和带一队人马保护穆北燕。我怎么就需要保护了？我可是在军中。你傻呀！穆北义无缘夺楚，穆北庭断臂也不行。如果你再有个3长2短，哼哼，似乎只有我那个窝囊二皇兄可以了。你说穆北明和叛军究竟有什么关系啊？总会知道的。这么说，本王还很危险。哎呦，哥儿呀，本王好怕呀！你可不能不管本王呀。离我远一点儿，小爷还要当国公，自然不能让你死了。被嫌弃了。穆北燕，你的路就从成安开始，那就先治理好成安。小爷我给你上上课。就你那学识，给本王上课？哼，本世子是新科状元。上，马上就上课。本王拿纸笔洗耳恭听。穆北燕非常识时务，他立马去准备。统领，孟凌渊带兵去了北疆，说北疆统领不用担心。商家商号似乎出事了，消息不通，商洛也联系不上了。准备一下，随时准备出发。营帐里，穆北燕笑眯眯地坐着，等待盛长歌上课。盛长歌走进去之后，外面的人只听到里面鬼哭狼嚎，一会儿是穆北燕的惨叫，一会儿是穆北燕的惊叹，一会儿又是穆北燕让人想要抱走的歌声。等到穆北燕从营帐里出来，就顶着黑眼眶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，神情特别的复杂。而营帐里，盛长歌突然脸色一变，捂住了胸口的位置，那里刚刚尖锐的痛了一下，只怕孟云清急了，现在就想要催动了。统领，喝药。端起温热的药，一饮而尽。好苦，燕燕，能不能做成药丸吞下去啊？良药苦口，汤汁效果好一点。统领，商家的人来了。盛世子，老奴是成安这一片商铺总管。有事你说话，老人家不用客气。盛世子，南楚商家人联系不上了，走货的铺子也都断了货物，断了联系。少主曾说呀，若是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可以来问盛世子。阎罗殿的人呢？少主去了南楚之后，阎罗殿的人就跟着去保护少主了。如今也是没有消息，并且现在想要进南楚很难，重重关卡进不去，里面也出不来。老人家，你且回去，和以前一样经营。若是遇到难题，就去明月楼，到时候会有人相帮。你家少主那里，我想办法。王爷，穆北庭重伤，断臂。断臂？穆北明还是日日去给皇上侍疾？日日去待疾。大臣都说穆北明是个孝顺的对了，王爷，大长公主最近身子不适，说是去京郊别院休养了。查出来什么没有？
大长公主的夫君当时是一进京赶考的书生，父母俱亡，家里有些薄产，中了榜眼之后被大长公主看中，做了驸马。他们一直据说是逃难到当地，并无可查的根基。驸马身体不好，早逝止于一子，就是当时工部靳尚书。之前江夏水患，靳尚书奉命前往查看，山体坍塌，因此殒命。当时连尸体都没有找到，剩下的就是靳尚书长子靳明泰，庶子靳明奇。盯着大长公主和穆北冥。王爷，这岳飞鸽传书，摄世子母亲在幽山遇袭。走。幽山中，傅凤华被黑甲兵背着在急奔。放我下来，你们走。放心，我不会死。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出手，估计是要活捉。我们不会放下夫人的，我等都是孤儿，统领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。黑甲兵沉声说道，在傅凤华的身边直接围成了一个圈，而他们的外围，黑压压的黑衣人包围着他们。傅凤华，好久不见。你是谁？哼哼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今天要不要活着，你的人要不要活着。你想要什么？青云令。青云令？哼，青云令是当初黑甲军给的，具体给了四大家哪一个，无人得知。你说的青云令，我没有见过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其他三大家都没有，只能在盛家。盛家没有，那老匹夫身上没有，盛长歌不知，你肯定知道。哼，我说不知道，那就是不知道。要杀要剐，随你。放心，我怎么会让你那么容易就死了呢？婉清，有你在，我手里就多了一张王牌，你说够不够用来掣肘盛长歌？你想也不要想，别想用我来控制歌儿。哼，我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我捉傅凤华，其他人就地斩杀。话音落，黑衣人齐刷刷的出手。你们快走，我没事的，他不杀我。黑甲军不听他的，他们的命令就是保护好傅凤华，那就会拼死保护。傅凤华眼看没有办法，直接拔出匕首架在自己的脖子上。都停下！山林的刀剑声停下，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他，一片寂静。你要的是我，你放他们走。哼哼，你太自信了，若是你不知道，也无堪大用。如今长安已经有人去杀盛长歌了，不知你们母子一道，黄泉有个伴儿也挺好。嘿嘿，我改主意了，杀了吧。傅凤华一愣，歌儿有危险。他一把夺过一边黑衣人的长剑，同时匕首划过那人的脖子。他是没功夫了，但是当年的能力还在，杀两个人还是可以的。黑甲军也怒吼着加入战斗，一时间黑衣人虽然人多，竟然是不敌。但是黑甲军也是被逼着步步后退，因为那些黑衣人似乎是源源不断的涌来。这样一种车轮战非常的消耗体力。怎么样，你乖乖自己过来，或许我能给所谓的黑甲军保留全尸。我傅凤华虽然是一介女子，可也不是个懦夫。你要杀，那就来，我奉陪。有骨气，弓箭手，送他们上路。带夫人走。叶哥往悬崖下扔下了绳索。夫人，快走！傅凤华看着挡在他身前的一群人，他们若是没有他这个累赘，真的是有希望活命的。我知道青云令在哪儿。放下弓箭。夫人，孩子，其他都不重要，你们活着才是重要的。我往前走，你们用最快的速度下去，回头来救我，不必都折损在这里。嘿嘿嘿嘿，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若是盛长歌识时务，何须过得那么艰难？他的身后突然射来无数羽箭，黑衣人在他面前齐刷刷倒下去，就连那一顶黑色的小轿子也射进去几箭。撤！黑色轿子和黑衣人潮水一般的往山林退去。夫人，你是？景亭见过夫人。景亭，小亭，回英的孩子这么大了。是，景王府景亭。哎呦，这孩子长得真好，孩子，辛苦你了。多谢夫人夸赞。叫什么夫人？叫华姨。华姨，小婷带你去个安全地方。听风，他家王爷几时这么好说话了？小婷啊，18了吧？定亲了没有啊？有没有心上人呀？华姨，18了，没定亲。哎呦，好孩子，不急不急啊，找个好的，和脾气的，才能过一辈子。这孩子多好啊，配他闺女刚刚好。年底哥儿就要及笄了，这一亲也该早早准备。他看着景亭的眼神儿，分明就是丈母娘看女婿的眼神儿，完全忘了他闺女在别人眼里是个男人。景亭的笑容要维持不住了，真怕傅凤华接着问下去要命了。安置好傅凤华，让黑甲军回去守护盛长歌，景亭才带着人打道回府。听风，备好马车，等我下朝去探望大长公主。需要多带些人手吗？不用，本王会奉皇上的命令去看大长公主。宫门口，景亭遇到了行色匆匆的穆北明，显然是熬了一夜。景亭啊，父皇已经大好了，今日上朝了。庆王殿下辛苦了。瞧你的脸色不太好，是没有睡好吗？摄政王要为皇上分忧，可是要好好保重。不过是些奏折，一些小事，不及庆王殿下辛苦。父皇听说三弟受伤了，心情不太好，摄政王小心。景亭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匆匆走远。穆北明有什么事情吗？他似乎很着急。散朝后，御书房里，对于立储，你有何建议？陛下身体一日日渐好，如今大月、天竺、西岳臣服，凉州附近、成安附近，叛军都已经肃清。陛下不如等等。明王废了，朕本来看好恒王，如今恒王不行，庆王朕瞧不上，那个贤王确实有鲜卑血脉。陛下，问心。问心？天齐战事未了，陛下应该是有所准备。但是目前看形势，外面有各位将军，有贤王，有圣统领。恒王虽然受伤，但是东方叛军也损失极大，所以胜利一定是天齐的。若战事了，天齐就是千疮百孔，百废待兴。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在陛下手里可以重新整顿。若是陛下不愿意，就找一个有能力、有魄力的，可以让天齐重新上一个台阶的。若是选一个好的，至少能保天齐百年安稳。景亭，你对这个位子有兴趣吗？陛下，景亭对那个位子没有兴趣。景亭和盛长歌谈过，他说倾尽全力也要保天齐安稳，因为这是父辈守护下来的江山。他说的话也是景亭想要说的话。我们父辈守护的江山，现在换我们来守护。活着一日，一日就不许他国来犯。你们都是好孩子呀。听说长歌和北燕安小子不对付，他们也就是打打闹闹的事情，若是别人来打，一准护着。那小子贪玩了一些，如今看着也是个有能力的，成安的事情处理得不错。大概是因为心中有家国天下，看不得战火连天，百姓受苦。起来起来，跪着做什么？你说大长公主说身体不适，你就代替朕去看看。去吧，也去放松放松。景亭从御书房出来，迎着外面和煦的阳光。四大家的令牌都上交了，还是不放心吗？摄政王，淑妃娘娘。穆北明的母亲淑妃。陛下今日可好些了？挺好的。淑妃娘娘是送饭。是啊，这么些年，她最爱的就是本宫亲手做的清粥小菜，养身子也不会过分油腻。如今她身子不好，就更适合了。娘娘有心了。景亭看着淑妃带着宫女走进御书房。娘娘你来得好，陛下正说饿了，
御膳房的倒是不爱吃，最近就是惦记您的这一口了。你惯会洪本宫的清粥小菜有什么稀奇？这也就娘娘能和陛下说会儿话吗？一直做给皇上吃，以前他似乎没有遇到过。景婷到了东郊别院，堂长室就迎了出来，让稍等，说大长公主吃了药就出来。景婷淡淡点头，目光扫过一边的马车，那是穆北冥的马车。堂长室，不如先带我逛逛，这里我可是很久没有来了。自然可以，王爷请。景婷慢慢悠悠地在别院里溜达，偶尔问上一两句，远远的就看到后花园池塘中的小亭子里，穆北冥和大长公主坐在里面说话。殿下喝完药了，咱们……庆王爷先来的，让他和殿下好好聊聊，咱们接着逛。堂长室不好拒绝，只能带着景婷接着往前走。他们说话间，就看到穆北冥匆匆走来。摄政王也来了，奉陛下之命来探望大长公主。婷儿，来。景婷对着穆北冥点点头，朝着亭子走去。殿下身体可是好了点？人老了，什么毛病都来了，习惯了。尝尝京城有名的点心，庆王刚刚送来的。景婷夹起一块放进嘴里，味道不错。冷的，不是新鲜的。你可要留下吃饭，很久没有人陪着我这个老婆子吃饭了。景婷也一直自己吃饭，能陪殿下吃饭，求之不得。婷儿也18了吧？18了，该说亲了，有没有心上人呢？如今还不是时候。是时候了，正是好年华，也该找个人安稳下来，这样你父母九泉之下才能安心呀。唉，想想你父母那个时候，可真的是京城的一对璧人呐。印象不深了，那个时候年纪尚小。殿下，长宁郡郡主来了，请进来吧。给殿下请安。景婷神色淡淡的点头。长宁最近清简了不少，来，坐下吃饭。殿下，景婷还要回宫复命，就先告退了。长宁郡主痴痴地看着景婷的背影，放宽心。这男人年轻的时候一向是不知道女人的好处，若是知道了女人的好处，只怕会一直惦记着的。长宁郡主若有所思，怔怔的出神。你哥还在幽山呢？一直在幽山。承安的叛军已经败了，三儿也该回来了。这孩子不在京城，京城都冷清了不少。听爷爷说一嘴，三儿可能还要去江夏吧。景婷上了马车，离开了别院的门口。看出来什么异常吗？倒是没有什么异常。别院里除了大长公主，也就是一些奴仆侍卫，很是平常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就这么几个人买的菜倒是挺多的。周边的菜农送了好几车，来往了好几次。让人盯紧这里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，这周边的所有别院都查一查。好，去明月楼吧。明月楼里依旧一片喧嚣，大堂里的中央有说书先生在说书。且说那黑甲军统领盛长歌盛世子，外面的人听得如痴如醉，有点想念盛世子了呢。唉，是啊，没了盛世子，京城都没有颜色，没有乐趣了。其实我们的新科状元盛世子很帅，有没有？当然了，盛世子一笑，奴感觉魂儿都没了，好甜呐。景婷的脸色黑了，满京城都是想念盛世子的人，不知道这醋缸得多大。走吧。你不知道，盛世子不是世子。别看他现在风光，这风光是没有根儿的，说没有就没有了。刘院判可不好胡说。盛世子年幼，可是也是咱们天齐的英雄。你不知道呀，天下人都不知道呀。刘院判醉了，送他回家。景婷扫了听风一眼，
霆锋立刻就出去了。盛世子不是世子，天下人都不知道，为什么不是世子？要知道什么？一时之间，景婷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各种滋味都有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每一刻对于景婷来说都是煎熬。终于，霆锋回来了。王爷，柳元盼已经完全醉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和柳元盼一起喝酒的是谁？国子监审祭酒，还有杨太傅的儿子，在礼部的那一个。沈祭酒才摆脱嫌疑没多久吧？杨太傅的儿子，穆北明的舅舅，淑妃的兄长。王爷，难道盛世子的身世有问题？景婷给了他一个冷眼，对方显然不是想要说盛长歌的身世有问题，那是想要说什么有问题呢？盛长歌的身体，似乎盛长歌的身体一直都是陆院士看的，从来不假他人手。今天街上的人有点多啊。突然，景婷的手停住了，目光落在一个人的头上，那个石头簪子。霆锋，右前方布店门口，那个藏蓝衣服男子，找人盯上，去裴国公府。有什么东西顺着窗户扔了进来。景婷撩起帘子，看到那个找过她的乞丐老头坐在路边的树下。景婷拿起马车上的泥团捏开，里面是一张布条，布条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：加快速度进攻，让裴国公、老太君都进攻。飞鸽传书京郊大营，随时准备支援。陆天啸、武成兵马司、顺天府都通知。霆锋很快从后面赶上来。王爷，不好办，那些人在京城都有家，属下亲眼看着他们回家了。你去留意一下，那些人进去的人家是不是门口右边靠地面的墙壁上画了圈？景婷想着布条上的字，脊背发寒。先去天牢。天牢重重重兵把守。摄政王，进来喝一杯。一个人自酌自饮，有点无聊。景婷示意开了牢门，缓步走进去，坐下来，把自己带来的梅花酿放在桌子上。小子，品上道啊！谈不上，不过看着亭子里的酒是梅花酿，砸死那个更夫的也是梅花酿，想着王爷定然是喜欢的。还是这个够味儿。有什么事情吗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何况摄政王最近可是很忙啊。我猜你在京城有后手。哦，盛玉清他们吗？不，他们都不是你的孩子。你府里不是还养着一个假的圣战吗？你可是比木刚聪明多了。那个盛玉清是程平伯的儿子吧？而龙城的楚王是假的，女儿自然也不是你的。圣战没有在喝酒，似乎在估量什么时候出手合适。你打不过我，所以今天摄政王来做什么？展示你猜想，还是你的聪明才智？你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后人，你不可能不给自己留下后人，否则你上位连一个接班人都没有。所以你的儿子是谁呢？我自然知道你不会说，今日来也只是告诉你，有人要祸乱京城，我才不是你。酒留下了，你慢慢喝。祸乱京城是什么意思？南楚军队集结边境，随时准备渡江作战，自然是有人期望京城乱起来。那个位子你想要，也有别人想要，安知你不是被人利用的工具？圣战眸光阴冷，那个该死的女人，竟然现在就等不及了吗？御书房里，木刚大发雷霆，成功的把自己气晕过去。景婷让陆院士守着木刚，和裴国公、老太君商议了一下，然后和武成兵马司的指挥使陆天啸以及顺天府隐士商量了一下，就各自回去布局。站在御书房门口的台阶上，想什么呢？景婷把那块写满字的布递给裴国公。谁给你的？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乞丐。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乞丐。原来他一直都在京城，一直都关注着京城。你在哪条街遇到的？晋阳大街。他是……景婷，这些消息都是真的，不用怀疑。景婷一心的疑惑，那人是谁？能让从来都不动声色的裴国公都这样的激动？摄政王在这里，难道父皇？陛下身体不适，陆院士看着呢。景婷回头看着穆北明匆匆忙忙的身影，若有所思。王爷，都布置好了。传书献给盛长歌，让他和穆北燕都注意安全。京城异动，南楚或许也会有动静。叛军似乎往广陵方向集结，有可能占据广陵，让叛军从广陵渡江。是。告诉翟花，若是盛世子有事，
他自提头来见。斜阳向晚，晋阳大街的一处巷子里，说是见了劫匪，杀了人。顺天府的人呼啦啦的就过去了。紧接着，微微昏暗的暮色里，火光滔天，京城的府衙都忙碌起来了。王爷，都是有权的人家，接着凶案或者火灾，家里人往外跑，人都拦不住。这个时候围观的人又多，驱散人群。他的话音未落，就听到那些聚集处传来轰隆的声音，整个京城似乎都在这样的声音里颤动起来，惨叫声一片。放信号动手，他们打算用自损的方式伤人。城门关闭。信号之后，京城的大网撒开，到处围捕叛军，黑衣人很快被抓的抓，杀的杀。也就在这个档口，南边的城门升起信号，景亭冷哼一声，径直顺着城墙策马疾奔。开门！不管你是谁，京城现在有叛贼盖不开城门，请原路返回。你不知道这轿子里坐的是谁吗？你不要命了？不管是谁，原路返回，硬闯者当叛贼论处。退后，退回去。你们让谁退回去？就是听到京城有声音，才匆匆赶来。若是有乱，当助一臂之力。怎么，本宫不能回家了？他们的身后有很多百姓聚集，并且是越来越多。就是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也不能不让我们回家呀。哪怕不让我们回家，也要让大长公主回去呀。这京城谁没喝过大长公主施的粥，谁没有吃过大长公主送的米？大长公主一心为国，可不能让她寒心呐！开门，开门！大长公主要回家。景亭扬鞭策马飞速赶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大长公主恕罪，陛下有令，闭门捉拿叛逆，请大长公主稍等，马上就好。婷儿啊，里面乱得厉害吗？本宫担心皇上啊。天启多灾多难的，本宫不放心啊。殿下不用担心，京中一切都好，陛下也好。你看，3000营骑兵已到，叛军不足为惧。如此，本宫就放心了。本宫且等一等。有些人悄悄地走了，自然是有人悄悄地跟着。摄政王，城内如何？静好，请将军带人先守住4大城门。景亭微微勾唇，转身下了城墙。城墙的大街小巷完全是一番血洗，到处都在搜捕。王爷，人数对不上，应该是980人，但是现在少了将近100人。暂且等着。天色暗了下来，皇宫里突然就火光冲天，接着就是厮杀声阵阵。那些人竟然能够潜伏到皇宫里去。走吧。皇宫里的厮杀已经结束，木刚端坐在台阶上，面色晦暗。景亭如何？回陛下，尽数复出，查到的差不多是这个人数。大长公主担心陛下，在南城门口等着进城。木刚笑了一下。听说那城门口等待入城的百姓很多，3000营的人守着4个城门，不会动乱。王德，那就去请大长公主过来吧。王德匆匆离去，大殿前重新陷入了寂静。大长公主来了，圣战也被从天牢里带过来。殿下无事吧？无事，几个叛逆而已。姑母，想一想，朕坐上这个位子有23年了，这20多年是不是朕哪里做的不好？所以天齐最近处处叛乱，百姓流离失所。陛下做得极好，天齐国泰民安这么些年，如今几个叛匪怕什么？圣战却是低低笑了，声音里充满了嘲讽。楚王觉得朕做得好吗？圣战只是嘲讽地看着他，并不说话。若是姑父在，表兄在，今日朕大抵不会这么狼狈，真是怀念以前的日子呀。他们都是没有福气的，本宫也是个没有福气的。姑母不必伤心，如今明台和明琪都大了，也都是人中龙凤，以后能替朕分忧，也能奉养姑母，多好啊！明泰那小子去哪里了？有一段日子没见着了。他呀，你不知道吗？就喜欢到处跑，
整天要周游天下。那个小子可是个坐不住的，如此也好，见多识广。这些人都拉出去杀了吧。陛下不审了？不审了，无外乎是叛军余孽。景亭，扶朕进去，让陆院士来一趟，朕有些头疼。房间里，木刚斜靠在软榻上。景亭，朕现在才知道“人心难测”4个字怎么写。陛下好好休息就好。朕的影卫回来了，东郊别院有异常，朕让人去大长公主府看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但愿不是朕想的那样。陛下，大长公主出宫回别院了。你知道怎么做吧？陆天笑点头，出去了。当年他就喜欢楚王，后来也全力扶持朕，不曾想他的喜欢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如今楚王落网，他依旧不该出现。景亭静默半晌，抬头看着木刚。或许不仅仅是如此，不仅仅是支持楚王。景亭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就看到京城的半边天都被火光染红了，着火的是在东郊的别院方向。不知道大长公主此时有没有到东郊别院？陛下，大长公主一进东郊别院，就有黑衣人围攻，然后是轰然大火，他们泼了火油，根本来不及救。火势太大了，卑职生生地看着大长公主被大火吞噬。木刚身子晃了一下。你亲眼看着的？卑职亲眼看着的。那黑衣人死伤大半，剩下的往南逃去了，一队人马还在追捕。大长公主说请陛下小心，保重身体，她不能陪着陛下了。陛下，大长公主府的东西和奴婢侍卫都在，不过府里却是一穷二白。大长公主一生为了百姓，施粥救灾，铺路建桥，一穷二白也是正常。让人找尽明态，回来安葬大长公主。自始至终，景亭静默地待着，他不相信大长公主死了。穆北明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一脸的悲戚。陛下，圣国公回来了。快请。陛下，老臣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来，随朕进去。王德，好茶好酒好菜，朕陪着国公吃一点。陛下，老臣先说一事再吃。南楚如今屯兵建平、江夏、广陵对面的江边，船只齐备，随时准备渡江。而颍川附近叛军在恒王等人的打压下，边打边退，似乎要往广陵方向去。老臣以为广陵或许还有叛军，而南楚极有可能从广陵渡江。到时候，南楚兵和叛军沿兰江攻江夏和建平，与渡江南楚兵士两面夹击。若是占据广陵、江夏和建平，就等于天齐边境完全落入敌手，他们趁机北上，与北疆叛军呼应。老臣，圣国公还想要请命去战场。陛下，臣请去江夏或者建平，国公镇守京城，比臣更有说服力。父皇，儿臣也可以去。庆王殿下，京城需要有人留守，陛下身边不可无人。景亭，南边就交给你了。贤王在，盛长歌在，恒王在，你们给朕守住天齐。朕给你写信，去3大营调集兵马。臣遵旨。国公爷放心。小条子带着，那孩子虎，别让他乱来。我去，那老头指定是惦记我了。今日不会还来吧？已经来了3波人杀你了，谁知道呢？你可真受欢迎，厨子、侍卫、马夫都爱你。他们要是不拿着匕首爱本王，本王也会爱他们。都以为驻军里已经清理干净了，结果还是有漏网之鱼。思琪从外面进来，统领，夫人路遇劫杀，被摄政王救了，如今在安全的地方。京城暴动被摄政王和裴国公遏制，大长公主在别院被黑衣人烧死。穆北燕，你姑祖母死了？小爷我有点不太信。哎，不如咱们去会一会南楚的人，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南楚不好进去，隔着江面看不到，你丫的准备扎翅膀飞吗？你丫的是不是准备自己去不带我？你试试。带，祖宗，这不是没路子。我有西岳呀，找楚征呀。哼，你丫的不怕人家把你办了，你还想单独去西岳嘚瑟？
有你再不怕。再说了，咱们现在和西月还是和谈阶段，对外没有成为真正的盟友，谁会想到咱们在敌人的家里，对不对？话说你想看谁啊？小爷我就是对信晋的比较好奇，想要看看他们长什么样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一拍即合。西月的军营外，楚章一人一马站在那里。你们胆子真大，就这几个人就敢来西月？怕什么？小爷从来不是吓大的。这是衣服，这是通关文牒，你们从今天起是商人。西月和南楚边境，我会多屯兵，若是需要，你说话。懂。盛长歌笑眯眯地翻身上马，疾驰而去。殿下，为何不……不要有这样的想法，以后都不要有。即便西月在握，也没有把握战胜黑甲军，战胜天齐。不如趁着天齐和南楚开战，从南楚捞些好处。天齐隔着兰江天险，南楚可没有隔着。南楚欺负我们很久了，终于可以出口气了。走吧，守好西月，总有不受气的那一天。盛长歌一行在前面的城镇歇脚，找的是商家的铺子。这一夜算是安稳。黎明时分，客栈的门被啪啪的拍响。你是掌柜的？啊，我是掌柜的，客官住店吗？这是大小姐的令牌。认识就好，把铺子里所有的银钱都拿出来。今日起，西月的商铺都由大小姐管着。掌柜的愣了一下。啊，见令如见人，大小姐也来了吗？大小姐比令牌好用，我们也确定。你们不是抢令牌冒充的？商家大小姐自然来了，在外面的轿子里，大小姐此番就是来收西月商铺的。小二，赶紧请大小姐进来。大小姐身子弱，少说几句。掌柜的连连点头，越说是我。大小姐，真的是您呐！你去筹钱吧，店里有的都拿出来。小二，准备上好的房间，侍候小姐和官爷休息。大小姐放心，我这就去筹钱，顺便通知镇上的其他商户。小姐亲自来了，定然是急用，那就快点儿。盛世子，请您救大小姐。大小姐让我逃命，她在我手心里一泻逃命啊！商洛的姐姐商云，是大小姐是商云，被南楚秦王坏掉名声强娶的大小姐商云。那个畜生不疼我们家小姐，只是为了牵制商家，为了要钱呐！搞清楚来了几批人，多少人，后续还有没有？其他的交给我，你最好少说话。若是坏了王爷的事情，小心你的皮！直接晕死过去。你姐姐好，我是商洛的朋友盛长歌。洛儿的朋友啊？是啊是啊，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可爱？姐姐也是个大美人呢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倒是相信你是洛儿的朋友了。那个长歌，你能不能去救洛儿？姐姐，我正要去南楚，你把情况说给我听听。洛儿被皇上信封的公主看中，被软禁在公主府了。我的父母也被带走藏起来了。整个南楚的商号，如今都落入了秦王手里。不是说南楚新来一个皇太子吗？先来了一个太子，颇得皇上喜爱，所以秦王急了，他需要钱，需要人来夺位。盛长歌静静地听着他说南楚的事情。来西月多少人马？不多，也就100来人，同时奔赴不同的城镇。他们只要钱，所以用家人逼着我来。夜莺，叫于叔。等到于叔进来，用你们商家的传信方式，用最快的速度告诉西月商家商户，带上钱财货物隐匿，暂时停止做生意，藏好钱财，藏好东西，工钱照发。若是暂时没有地方去，就去明月楼。明白了。告诉楚征，秦王的人都快进家门了，还睡着呢。长歌，那秦王会不会？姐姐放心，不会的，那是他手里的王牌。我让人送你去天齐，你先走，我去南楚。可是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，但是南楚我是熟悉的，或许我可以帮忙。何况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怎么可以你一个人去？姐姐，你安全了，我可以放心找秦王的麻烦，就不知道你会不会……我去天齐，会与他不死不休。若是有一日能留给我手刃禽兽，我自然高兴；若是不能，长歌就替我送他下地狱吧。让夜莺把商云送去西月的明月楼，从明月楼回天齐。小子，你想做什么？淡定淡定，
瞅瞅一个个的贼眉鼠眼的，凶神恶煞的，做什么？就不能优雅一点吗？唉，打破了我的期待。看来这秦王也不咋地，看他们就知道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大人，商云不见了。啥？悠着点啊，衣服有用。统领，这个衣服不好看呐。这衣服我不喜欢。别嘚瑟，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不穿也得穿。哎，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小爷宁死不屈，来呀，小爷等着呢。是条汉子，成全他的忠义。说着转身出去了。你丫的不按套路出牌呀？都是你死我活的事情，讲什么套路？死就完了。打不打？不打就和小爷我聊聊天。小爷我爱八卦，现在很寂寞。青衣头头羞愤欲死，他竟然被轻视了。你丫的想什么呢？我家世子爷才看不上你。穆北燕，若是你有本事，南楚完全可以当你的粮仓，真是富庶之地。小爷没有那么大的野心，若是天下一统，这几个国家战火四起，不知道多少百姓要遭殃，管好天齐就够了。有时候真的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。河山万里，愿与君同守，但是也要你争气才行。你不说最后一句，本王会很感动的。走水路。我不。你说了不算。盛长歌甚至找了几个美人来，乘着一艘大船，一路笙歌曼妙，舞姿妖娆。你丫的就是欺负人！你不是嫌弃小爷给你美人吗？如今守身如玉多好，不要羡慕小爷我。小爷的本事是你学不来的。穆北燕一头撞船，你妈的，晕什么船呀？美景美人都错过了。统领，你看看秦王府的舆图。思琪笑嘻嘻地走来，他的身后那个青衣头头生无可恋地坐在那里。不要把人聊疯了。傍晚的霞光染红了河水。说的实话吗？却看着思琪看着远去的船只出神。怎么了？统领，那个人刚刚盯着你看了几眼，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，隐隐的感觉熟悉。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都有，何况是相似的。都是真的？保证是。挺能干的。小爷还想要皇宫的和那个公主的银子。思琪，这个习惯不好，真的。清安说未雨绸缪，将来没有钱娶不到娘子。盛长歌深深吸了口气，告诉自己打人是不对的。在常州附近下船的时候，穆北燕是被人扶着下来的。嘿，你丫的等着！小爷我看是什么都是晃的，地面都是晃的，软的你懂吗？小爷等着。哎呀，燕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样子可是心疼死奴了。哟，有情况。给我一块豆腐，我要撞死。公子先回去，银霜姐姐念着你呢。我等来看看威远侯的风姿。威远侯？和太子一起来的，听说天赋异禀，直接封了威远侯，听说极其俊美。就看到远处的一队人马到了跟前。秦王哎，秦王殿下亲自来迎接威远侯了。太子呢？太子今日一早已经出城了，去兰江边了。他感觉到有一道目光在盯着他，那种目光中带着厌恶和审视，感觉真敏锐。这人怕不是个动物。畜生就是畜生，和人不一样。男人变态都是缺爱，谁让他爹不理娘不问，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呢？嘿嘿，还是爷的话中听。一行人分散开来，溜溜达达的往城里走。明月楼在成州是有分店的，不过最近也是消息不同。盛长歌看着手里的字条，眉头紧紧皱起。统领，怎么了？明月楼的掌柜被人控制了，对方想要明月楼，所以消息传不出去。那掌柜的所知不多，不过里面的账房和其他人是咱们的人，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，如果情况有异常，不必传信息，就地蛰伏，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找一家花楼住下，听说成州美人别有风味。那些埋伏的人跟踪，不要惊动。小爷要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。这个必须清安去。清安腾前，穆北燕踉踉跄跄进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盛长歌斜卧榻上听曲儿看舞的样子。你丫的真逍遥，可惜你无福消受。看到威远侯了？唉，没有，人太多，都说谦谦君子的模样儒雅斯文很美，
不是你这么折腾，小爷我也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啊！骄阳公主上街啦！此话一出，转眼之间，大街上就剩下老人孩子。这骄阳公主是毒蛇猛兽不成？倒不是毒蛇猛兽，不过骄阳公主见到俊美的男子就会掠回去，见到比她美的女人就会划划人家的脸，所以自认为有点姿色的都会跑的。你丫的站在窗口，小心被抓了去！远远的，一辆2匹白色骏马拉着的华丽马车走来，马车的后面跟着几匹高头大马，其中一个一身粉色衣袍，面如冠玉。我去，那厮不会是商洛吧？面熟也就算了，你丫的还做得如此开心，开心也就算了，你丫的还整得这么骚。目色四合，少主，叶三叔，我知道，肯定也有人监视你啊！有人想要逼出明月楼背后的主人，想要明月楼，这个人应该不是秦王。怎么说？秦王的眼一直盯着商家，毕竟商家的铺子可是整个南楚都有。有人盯着明月楼，是在现在的太子来了之后，我怀疑是那个神龙不见首尾的太子。叶三叔，联络南楚明月楼各处，今夜撤离，让各位注意安全，钱财什么的都放在后面，人安全是第一位的。懂了，那些人第一次要买明月楼的时候就有准备了，我们还是去庄子上。小子有长进，你的事情我听得热血沸腾，可惜我老了呀，不然……不老，比我家那老头还年轻着呢。路过巷子的时候，马车突然就停住了。哼，你若是说，或许还能活命。叶三叔骤然笑了，不识抬举，杀！夜色渐渐深沉，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从马车边过去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真惨呐！是明月楼的账房叶先生，不知道得罪了谁，这朗朗乾坤的就在大街上就杀了。死了2个人1匹马，地上都是血呀！盛长歌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，他的世界在此刻骤然失去了声音，一片死寂。夜莺上前把盛长歌抱上一边的马车。爷，呼吸，咱们要报仇，爷，醒醒。对了，报仇。盛长歌眨眼，双手捂着胸口，那里面疼，不知道是因为蛊虫还是其他，撕心裂肺的疼。马车快速离开，司燕半途迎上车，直接打晕了盛长歌。等到盛长歌醒来的时候，他们是在船上，是他大意了，万没有想到他们会直接杀人。统领，到处在查，外地来的商人、陌生人抓了不少。叶三叔家的管家去认尸体了，翟院的暗卫还在，一共15个人，明月楼埋伏了20人。思琪，声东击西，你负责吸引官兵，夜莺和我去杀人，这35人一个不留。要不要留着问情况？不用，后面会有人跳出来的。其他地方的人都撤了吗？除了雇佣本地的让回家了，咱们的人都通知了，叶三叔死之前消息发出去了。那就走吧，先用这35个人头祭奠叶三叔，明月楼无人可以撼动。就让南楚的京城先乱了吧。夜色深沉，城州东方的湖边突然就火光滔天，官兵呼啦啦地往那边赶去。盛长歌站在高处，嘴角勾起，紧接着北城区的一片宅院也突然着火了，整个城州都被惊动了。出发！他们一落地就听到风声四起，眨眼间院子里就多了10来个黑衣人。谁？要你们命的人！不一会儿功夫，就只剩下为首的那一个。背后之人是谁？你永远也不会知道。那个新来的太子吧？你是谁？小爷盛长歌。明月楼里寂静无声。叶三叔，你且等着，歌儿送他们去给你赔罪。城州的宁静是在尖叫声里被打破的。明月楼前人山人海，贴着封条的明月楼上挂着一个白色的条幅，惹明月楼者死。一夜35人被杀，而毫无一人察觉。秦王靳云鹤带着一队人马匆匆赶来。查吧。
这里有一块衣角。金云鹤心头一滞，想到已经有几天没有收到伤员的消息了，他就有不好的预感。王爷，京城明月楼和其他各地明月楼的人都撤走了，明月楼关门了。找不到人吗？除了雇佣本地的一些小二，他们自己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。细细盘查，进宫。盛长歌站在远处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爷，南楚太子带兵顺着兰江往下游走，疑似要从广陵过江，而叛军从颍川南下，逼近广陵。咱不能办个干净点的吗？这个能挣钱。摄政王已经到了建平，正一路赶往广陵。穆北亭领兵也追着叛军逼近广陵。景亭竟然离开京城了。夜莺，记得找人带叶三叔他们回家。南楚宫门口，王爷留步。威远侯有事吗？盛长歌来成州了。魏远侯只是笑着说了这一句，就点点头走了。盛长歌来了，黑甲军一定来了。难道盛长歌和明月楼有关系？招呼自己的长随，低低地说了几句，看着长随离开，他才缓步进入皇宫。父皇，金云鹤的到来并没有让他收回思绪，金云鹤就低头站在后面，安安静静地站着。死的35人都是黑影。是35个黑影。明月楼挂了一副帘子，上面写着惹明月楼者死。京城你就是这么看着的吗？父皇，京城驻军守军都不是儿臣负责。你和明月楼有关系吗？儿臣有商家看不上明月楼。父皇，谁都知道明月楼是凌天阁罩着的，京城人人皆知。人人皆知，你还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怪谁？怪那人太弱，你吞不下。你祖母在外清修多年，如今才回来了，你去请安吧。成州的一条巷子里，有一户人家的别院，门户深深，无人知主人是谁。如今盛长歌带着人住在这里。你这样要是穿着女装，真是有点深闺女子思春的感觉。没被骄阳公主捉去啊？盛长歌，人终有一死，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人，注定在权势在杀戮里翻腾，不可能无伤而退，总会失去一些东西，一些人，哪怕我们心疼，我们不愿意。为什么不能保护好身边的人呢？你知道叶三叔是陪着我长大的。盛长歌红了眼圈，声音里带着哽咽。因为我们不够强大，因为敌人太过狡猾。盛长歌，也因为只要是杀戮，注定就是你死我活，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胜利的一方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强大到事事周到。叶三叔最后是笑着的，说明他不痛苦，这一条路他早有准备，好好安葬他，以后加倍用心保护我们的人。盛长歌没有说话，只是神情恹恹。哎，话说你这般是不是因为想起景美人了？哎，要不本王给景美人送个信？盛长歌白了他一眼。夜莺，给爷来点梅花酿，小爷想要喝酒。就你那一杯倒的酒量，喝梅花酿？他都不能伤心了吗？就不能借酒消愁了吗？本王请你，别犯相思了。你丫才花痴，我什么时候相思了？这世界上永远有比爱情更加重要的事情，好吗？感情不过是人这一辈子遇到的事情中的一件，有锦上添花，无也无不可。为了感情伤春悲秋，小爷我很闲吗？喝酒吃肉撩美人，除恶扬善名扬天下，小爷我也很忙的好吗？再说小爷我能力卓著，天下闻名，什么样的美人找不到？差一个景美人？穆北燕目瞪口呆，不过是一句玩笑话，至于这么义愤填膺的吗？貌似统领说的很有道理，这话是传给王爷呢，还是不传呢？传吧，实话实说，至少不挨揍啊。我家世子爷就是厉害，句句都能发人深省，这个必须记下来，给人讲八卦的时候多威风。嘿嘿嘿。成州在这一日谣言四起，说太子命中带煞，引来灾祸的有；说太子招惹了明月楼，引来杀戮的也有；说太子无德，会祸国殃民的也有。
纪云鹤坐在回府的马车上，神情微冷，嘴角微微勾起。路旁的酒楼里，窗口的位置，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看着纪云鹤从皇宫里出来。爷，需要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。他抚了抚衣袍，和记忆里的某人一样耀眼的红色。他渐渐喜欢上了红色，耀眼、火热，带着莫名的吸引力。不过今夜有事情让你们去做，看清楚这个人的样子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我要这个人活着的。盛长歌和穆北燕坐在亭子里，突然就打了一个喷嚏。这日头不凉呀。盛长歌不语，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。统领，今晚一切按计划。按计划行事。入夜，因为这2日的事情，整个成州都是风声鹤唳，大街小巷很难看到人影。骄阳公主的府外，一群人在后面的巷子里慢慢的汇聚。清安，不远处就是秦王府，你知道怎么做吧？知道，统领放心好了。秦安带着几个人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。盛长歌抬头看着骄阳公主的府邸，心头的不安却是越来越深。没有暗卫，再三查探了，没有。回去。盛长歌勾唇，转身就走。但是巷子两边的高墙上，巷子的前后两面都冒出了人。盛长歌，你是自己走出来呢，还是等你的人死完了再出来？所以你们要小爷我？没错，只要盛长歌。所以你准备让他们送命吗？自然不会，不过我怎么相信你会放人走呢？你往前走10步，然后回头。统领，盛长歌摆了摆手，走了10步，回头。城墙上的人举起弓弩，闪着寒光的箭头齐刷刷地对着盛长歌。你们可以滚了。看着盛长歌的手微微动了动，他们立刻往外退。那么盛世子，咱们走吧。好啊。与此同时，一阵弓箭飞射，就有不少红衣人从上面掉下来，巷子里立刻陷入了一片刀光剑影里。果然是个厉害的，我们家爷没有猜错。盛长歌面前突然烟雾弥漫，他的心口剧烈的疼痛着，疼得他手里的匕首都握不住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双手伸向自己，速度奇快的被带走了。夜莺，大人撤退！统领！眨眼间，巷子里除了倒地的红衣人，就只剩下夜莺等人。院子里，清安、夜莺和林和几人汇合了。红衣人分散开，各自暗查。如果有机会，统领会留下痕迹的。每天晚上这里集合，如果谁有确切消息，发信号通知。清安挥挥手，让人背上来几个袋子，打开来，里面都是金银珠宝古玩。那小子已经痛揍一顿了，早知道该杀了。统领留着有用。秦王府有什么异常没有？秦王那小子大半夜的在他家后花园的假山里私会美人，算不算？私会不算，假山里没有古怪。众人一愣，秦王府、公主府，还有那个什么新来的威远侯府，是不是都要探查一遍？哼，难得你还会有害怕的时候。孟云清，是你。孟云清，你的心里惦记着孟云清，你喜欢孟云清？装什么啊？不累吗？红色不适合你。那人冷冷地看着盛长歌半晌，慢慢的拿下了脸上的面具。仿照你的那一个做的，像吗？怎么，喜欢小爷的面具？不是喜欢面具，这身衣服总是穿不出你穿着时那种肆意飞扬的感觉，你说何故？大概是因为你的心。我的心？心不能像阳光一样自然撑不起来，因为正气不足。孟云清愣了一下，继而笑了，那笑容越来越大。所以你抓了小爷来要做什么？不如你猜猜，这长夜漫漫也算有点乐子。没兴趣。小爷的蛊是你下的吧？是啊，在晋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够不到的阳光。你可以在国子监来去自如，可以和沈祭酒顶撞，可以追着景亭满京城跑，而我进国子监就已经用尽了全力，谁都比我家世好。我小心翼翼，不敢稍微出格一点，你肆意的像是天上的太阳，
而我像是沟渠里的老鼠一样，总是感觉自己似乎永远都是灰扑扑的，见不得光。你一出生就拥有的一切，我穷其一生也未必能爬到那个高度。盛长哥，你知道你多招人恨吗？是小爷的错吗？后来我知道我的身份，知道我可以和你站在同等的高度。盛长哥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你在明月楼的女装样子真的极美，美得让人怦然心动。盛长哥一个机灵，孟云清的样子似乎知道了什么。所以盛长哥，嫁给我可好？嫁给你？难道不能嫁给我？不好意思，还真不能。你还惦记着景婷？自然，小爷自始至终喜欢的都是景美人，京城人尽皆知。盛长哥冷笑，摸出匕首，在手里把玩着。景婷知道你以男人的面貌出现，却用女人的心喜欢她。你想说什么？那日你中箭掉下城楼，后来进宫了，是柳院判给你看的吧？所以呢？柳院判从宫中出来的时候，似乎是受到了惊吓，我一时好奇就跟踪了他，然后在夜里逼问了他。你知道当我知道你是女人的时候多么惊喜吗？惊喜？是惊喜。你是男人的话注定是对手，但你是女人的就不一样了。没什么不一样，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注定是对手。是女人你就注定是我的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你身体里的骨是锁心骨，和这里的这一只是一对儿。你此生只能有我一个男人，找其他人会死。原本以为没有成功，所以我得不到杀了也好。如今下蛊成功了，你就是我的了。你以为小爷怕死？你以为小爷我会死？是吗？你不怕有人怕呀？你会让别人为你而死吗？这个男人真是让人说不出的恶心。景婷、穆北燕、盛国公、裴森、云华，你的黑甲军，你感觉从谁开始比较好？小爷是不会让他们为小爷去死的。小爷我若是死了呢？你舍得死？有什么舍不得？我死了，对你是重创吧？缓缓地举高，抵在胸口的位置。你最好不要催动蛊虫，小爷不喜欢疼。盛长哥，你死了于我而言不过是重创，我一样可以让那些人死。你大概是没有见识过苗疆的手段，但是你也要小心一点。我死了，你一定会死。杀我的心思，你可以放下了。同归于尽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至少人间会少了你这么个恶心玩意儿。孟云清差点暴起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盛长哥是个女人，你只是我一个人的。哪怕日后你女装站在我的身侧，共同看着这天下，也不会有人想到你就是那个盛世子。盛长哥，他也有霸图天下的心思。你且安心待着。孟云清拂袖而去，屋子里重新陷入一片寂静。而成州城里，黑甲军和明月楼的人在大街小巷突然就撒开了一张网，成州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被汇聚起来，分析寻找线索。四季清安等人看着舆图整理信息。威远侯府最近买了不少喜庆用品，尤其是红布、红纱。威远侯是谁？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？以前在成州没有骄阳公主，没有威远侯。骄阳公主是在天齐出现叛军之后出现的，而威远侯是在临平郡叛军被灭之后。那就去探探究竟是谁。副统领，南楚太子带兵已到广陵对面江边，广陵叛军作乱，颍川叛军到了广陵两边接应。如今广陵门户大开，南楚兵要渡江。告诉叶隼，按照统领原本的吩咐行事，不要让他们渡江，给摄政王和恒王争取时间，把大黑800里加急送来。是。统领被劫持的事情暂时保密。副统领商洛来了。他怎么知道这里的？地方都是小爷买的，你说小爷知不知道？爷的哥儿呢？你的亲哥哥来了。商少主，屁股好了吗？商少主，身体里的虫子还闹腾吗？有没有生小的呀？揭短的人是可耻的。四七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有八卦。清安一双眸子发光，有钱。这比他骚气的人是谁呀？怎么可以随便叫哥儿？欠揍是吗？哥儿不在，这些人好可怕。商洛，南楚商家少主，看来不是富甲天下，而是骚气熏天下。那个贤王爷，在下商洛，哥儿的好朋友。王爷，尘世多艰难，骚骚更健康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滚。骄阳公主是孟云星，为何封她公主？因为害了太子。
这只是其一，她是苗疆圣女。苗疆不是久居大山之中，不问世事吗？南楚皇帝娶了苗疆女人为妃，所以不知道允诺了什么条件，苗疆成为南楚手里的一把刀。歌儿出事了。叶莹把夜里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。骄阳公主府没有，亲王府你们昨晚去过了。今早靳云鹤鼻青脸肿的进宫请求彻查，也不可能，太子还在军营。太子手里是皇上给的黑影，你们杀的那35个就是。秦王有亲卫、青衣。主子回来了，公主找你了。走，皇宫我的人去，你们盯着威远侯府。话音落，人已经不见了。王爷，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一说。摘花一边低低的说着，一边抬头顺着玄色的衣服一直往上，那皎如明月的脸庞，没有一点表情的脸映入眼帘。威远侯，骄阳公主。是，目前怀疑劫持统领的人不是皇宫里的，就是威远侯。你先回去。听风，让人去苗疆找大长老问问什么情况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把那个条幅找回来。听风点头往外走的时候，就看到桌子上多了一个小册子。那个穆北燕拍了盛长歌肩膀是什么意思啊？穆北燕和盛长歌看日出是什么意思啊？商洛自称是盛长歌的情哥哥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准备秋后算账？还不去？听风一个哆嗦，撒腿就跑。听风离开后，穆北燕就摇着扇子来了。你丫的，终究没有忍住呀！你不会对盛长歌有那种心思吧？你管的有点多，管得多，死得快。金婷，盛长歌可是男人。你很闲。有人要见你。思燕。盛长歌怎么了？思燕看了看穆北燕，欲言又止。说吧，都不是外人。世子爷被人下了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那丫的说身体不好，最近天天喝药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应该是孟云清在晋阳的时候就中了，以前是虫卵看不出来，直到楚征求助我家世子才看出来。景婷的脸色黑沉沉的一片，最近世子爷发作过2次，都是心口疼，据说会越来越剧烈。昨夜世子爷估计是发作了，不然那软筋散放不倒世子爷。我去，孟启一家都是什么玩意儿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回去看好黑甲军，这个消息不要外传，我来想办法。我要宰了孟云清。轮不到你。听风，消息传出去了吗？还没有。现在就走，带人去问清楚苗疆是怎么回事，绝了他们的老巢。来人。王爷，今日起南楚所有商号撤回。王爷，全部吗？全部。你说什么？虽然太子带人渡江到了广陵，但是伤亡惨重，渡江船只被凿穿炸坏不少，溺死之人不下万人。现在呢？广陵占领了，我们和叛军都在广陵，而广陵的外围被天齐军队重重包围，突破无望。他们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天齐摄政王带领的援军提前到达广陵，穆北庭中途没有休整，直捣广陵。太子呢？太子受伤，在广陵。太子怎么了？只见满头银发的太后走来。母后莫急。怎么能不急？那孩子是哀家的心头肉啊！那孩子雄才大略，不是无能的。且看他再不济，可以回到南楚。不行，一定要拿下广陵，拿下天齐，让你那个窝里横的儿子从江夏渡江，再找人从建平渡江。哀家不信天齐处处严防，景亭找了3头6臂。母后，老一辈的死绝了，这小一辈的怎么更加厉害？你看盛长歌和他的黑甲军。是哀家疏忽，没想到景亭不声不响的有那么大的能量。孟家都死绝了，还能找回来一个孟林渊。盛长歌明明是京城第一纨绔，隐藏的真深呀。母后，你已经做了很多了。哼，皇儿放心，撑过这几天
天齐马上就乱了，马上就要乱了。母后你，当年哀家能让你父皇认祖归宗，让你登上皇位，以后也会让哀家的孙子一统天下。